那应该是他拿了这个方案，可能是卖给了刺猬工厂。张生，我说最近一直找不到他呢，他骗了我的方案。你的电脑里还有这个方案的存档吗？有啊。那就好，上面有存档时间。如果他们侵权，这是你的证据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我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师爷。注意安全啊！让我注意安全，我很能打的。有需要联系我吧。走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不离开酒店，你也不能离开酒店，这句规矩对你来说太严格了，是吧？对不起。我不想听解释，希望你不要再犯。先生，网吧到了。侯总，好消息！钱被转走，现在又给我转回来了，这到底是系统问题还是人为的呀？这肯定是人为的，但是为什么转出又转回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这是几个意思啊？不管了，赶紧把这笔钱给我转到咱们公司另外一个安全的账户上。记住一定要保密。
好，那咱们要不要报警？账户异常，公安是不是时刻能监控到？能啊，现在咱们的账户就在公安的监控下。那赶紧啊！不可能，咱们钱丢了报警，钱转回来咱们就不报警了，那侯忠成什么人了？好嘞。副总，喂，马勇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当初丢的那2000万，现在居然给我转回来了。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太好了，恭喜你！那人一定是良心发现了吧？我们吃腰子去。走。不饿。不饿，别烤了，你快吃吧。带点东西。来，谢谢。哎呀，喝点酒啊。我不喝，工作中不能喝酒。好，你不喝我也不喝，我跟你保持在一个频道上。你喝吧，大家高兴，难能放松一下。那不行，你不喝我喝了，咱俩不在一个频道上怎么聊天啊？我是不会喝的。给我点时间，你会喝的。听汤姆刚才那么说，你厨艺了得呀？还行吧，小聚会10个8个人的可以应付。那天跟我爸说不会做饭是装的。这不叫装，老小孩得哄的。真是一点都没变。还记得你小时候有个绰号吗？变色龙嘛，我记得。但是我又不反感，像我们这种没有好爸爸、没有好背景的孩子，变换一下自己身上的保护色，达到目的，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。这是你的成功法则之一吧。行了，别那么严肃。你看看你现在，跟以前一点都不像。以前听冷笑话他笑得龇牙咧嘴的，对吧？现在心事那么重干什么？以前是以前，
是挺怀念的，不过回不去了。能回去，只要你相信我。你好，找一下你们负责人。你好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有，我是侯爵。哎，小绿，找我的。哎，侯爵是吧？肖总是吗？子恒，子恒。哎，你好。我们这儿不实行这套啊，叫子恒。哎，你这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欢迎您来刺猬工厂啊！你这设计的，这不像公司什么都像啊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看到的就是什么。水和饮料喝啥？喝水就行。好嘞。哎，我听你电话里说那个书吧的方案是你设计的。对，那个最开始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设计的。那你都给过什么人吗？张生啊，当时去做项目陈述的时候，当天就跟我说他特别喜欢这个项目，然后就要签约嘛。但是我当天有急事，我要赶回去，他就说先把这个项目发到邮箱里。那你后来做过什么改动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你都改过什么？我其实做了一些特别基础的改动，就是把整体的乱入感加强啊，让整个这个空间，变得紧凑，功能性也不是那么强，跟这个办公室挺像的，乱入感很强，然后大家沟通成本很少，整个区域划分不是那么清晰。谢谢你肯定我的设计啊。我跟你说，这种办公室就是出天才的办公室。那你这真是过奖了。我呀，其实就是不想把公司设计的太像公司，这是个年轻人的地儿，年轻人得需要能量，需要热情，那得开脑洞才对。我当时设计书吧的时候，我就一个想法，我就是要把这个书吧做的不像一个书吧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我最喜欢你这个设计的重要之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张生来我这儿也是这么说的。我去做项目陈述的时候，跟他们讲过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。那你有什么方法能够证明你把这个方案给过张生吗？我给他发过邮件，邮件记录在这呢。当时我朋友介绍我认识张生，然后我去了他们公司，他看完这个设计特别喜欢，当天就要给我签合同，但是当天我有急事儿，我就没来得及。看，所以让我直接把项目发到他这个邮箱上。回头去公司找人，他带着整个团队辞职了啊，然后公司也不知道我这方案。我跟你说啊，张生来我这儿面试过，带着这方案来的，然后呢，他说是他自己设计的。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理念不是太相符，所以最后也没有合作成。但是这方案我买下来了。我直说吧，侯爵，张生这人你也见过，两相比较之下，我还是比较相信你，我也相信我的直觉。你下次来把电脑里的资料和事情的过程都整理得更周全一点，签上字。不让公司法务跟进，那没问题啊，好，没问题。想吃这家店的奶酪布丁，据说要排2个小时队，伤不起。这么大年纪了还吃甜品？东门步行街。闲着也是闲着。东门步行街。这要排多久？别急啊，多等会儿，多等会儿。等去买东西呢。没事没事啊。
哎呦，这么半天。哎，小伙子啊，你们排队都是为了买奶酪布丁的吗？对。哦，这么多人，都赶上我们那会儿买带鱼了。大叔，今天人算少的了。啊，这么半天，早知道带个马扎来。我血糖高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来，你多吃点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要放轻松，才能感受到甜品带来的幸福感，是不是好吃？你说的真对，真的这些年就一直是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好像忽略了很多美好的东西。其实美好一直都在，只要你慢下脚步，静心去看，它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。哎呀，既然喜欢吃啊，咱们今天索性就吃个够啊！我再去买点。不用了。老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们两个感觉有点心虚啊。我有什么可心虚的呀？老五啊，那个，坐下来一块儿吃吧。算了，我看就多我一人，不打搅了。老五，我吃的差不多了，要不然你坐，你坐。你还没走呢，我就坐你的位置，我不干那事。我吃完了，都走吧。啊，老五，小张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一步。您拿着吧。谢谢啊。回见啊。回见。有事儿不忙着办事儿，请你来喝咖啡，够会抓紧的啊。阴阳怪气。你看这什么地方？小年轻谈恋爱的地方。他把你请到这儿来，就是动机不纯。你动机纯，你到这儿干嘛来了？我看你爱吃又怕排队，我帮你来买的。啊，合着我还得谢谢你是不是啊？可不，人家李处也是看我想吃就直接带我过来了，不可以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想做什么就大大方方的，别老吞吞吐吐、犹犹豫豫的。他那是虚伪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怪不得老打听我跟你的关系。我跟你现在没有任何关系，武天意，你给我记清楚，我是自由的。哎，你再自由，你不能跟他自由啊！一天到晚打扮的人五人六的。张英男，我发现你现在有点爱慕虚荣啊。我就是爱慕虚荣，你才发现呀？你呢，就在这儿好好的羡慕、嫉妒、恨吧。再见。慢走不送。虚荣，太虚荣了。服务员，哎，来啦！哎，大哥你好，看菜单想吃点啥？菜单就不用看了，来一份海星炒饭。听说你们这那个海星炒饭特别好吃。原来是老顾客呀，早说呀！那你是这周围哪家公司的呀？我是智荣建设安保部的。你是智荣建设的？哎，不是我吹牛啊，我们家老板那跟你们家小侯总那关系铁瓷儿。听说了。你都听说了？呵，你们家老板还挺出名的嘛。不过说实话，最近这段时间啊，你们那小胡总挺累的，为了一个什么设计方案这东西啊，天天往那什么刺啊什么味的公司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是智荣建设安保部的人，他说他认识你。海老板好。你好，那把人招待好啊。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大哥，那我先给你去下单去啊。啊，好。
郝总，你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刚才安保部黄主任说要见您，你要见吗？叫他上来吧。好。这不是方案丢失那天监控器拍下的东西吗？我都已经看过了。怎么了？我们好像全都忽略了一个人。忽略了一个人？谁啊？海星。对，刚刚我去他的星巴克吃饭，他一听说我是智融建设安保部的，立刻神色大变。他原本应该给我打个招呼，可是他直接就上楼了。他可是刚刚下楼，什么事情都没做。这下引起了我对他的注意。由于他是小侯总的朋友，所以我们完全的忽略了他。你说的没错，正因为他是小侯总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们都把他给忽略了。那你在星巴克没有表现出什么吧？没有。找人把他请过来。好。星陨神啊，你保护我！这次有惊无险，我一定多做善事啊！我真的，保护。老板，你在干嘛呢？你这是练瑜伽呢？没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就是楼下有人找你。安保部的人吗？不是，就是那个会武功的那女的。哦，那个，刚才那安保部那人有跟你说什么吗？没说什么呀，他就说我们家那个饭好吃。没别的了。没有别的呀？怎么了？哎，老板，你刚刚怎么一看到他这么慌张的？能看出来吗？有点吧，好像是你欠了人家钱似的。你这，你没提前发个微信啊？辣椒吃完了，都给队员他们分了，挺好吃的。这是瓶子给你送过来。你就为这么小的事儿特意来了一趟啊？哎呀，早说我去拿就行了，何必那么折腾呢？怎么样，味道还好吗？有点辣。还行。那个侯爵他怎么样了？猴子特别好，好的不得了，在我看来。你想啊，我大表姐这副药一出，那不直接药到病除了？依我看，比原来还好呢。那就好。要不要尝尝我的新菜式啊？海星炒饭3.0，我加了很多创意，你会有惊喜的。我去给你拿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儿，你先忙吧，我走了。没事儿，很快。没事，不用，我走了。那明天我给你送过去。不用了，你别麻烦了，真的，你回吧，你也别送我了啊，就这样，好，拜拜，再见。说好了，慢点开啊。海星，你是海星吧？是，咱们2位吃饭吧。我们是中融建设的，侯总请你去一趟。侯叔叔，哈，那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？搞这么隆重干嘛呀？好，那我交代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好。哎，我在这呢，老板。那个，把店照顾好，我出去一趟啊。走吧。走吧。走吧。
记后备箱。别跑！忍着点啊。嗯。你喊什么喊？能不能忍着点儿？我有点疼。这点皮肉伤就受不了了？那之前在培训班的时候被我折腾成那样，也没见你照这么惨啊。我这人吧，都还行，就是有点怕疼。怕疼？怕疼，你别在外面惹事儿啊。不是我惹的事儿啊，你就没看见他们撒腿就跑了吗？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是外面欠钱了，还是被小地痞收保护费呀？都没有啊。也是，还真是流氓，老流氓，强抢民女那种，不要脸的很。那你应该报警啊！啊，这么小的事情就不用麻烦警察叔叔了，你就当我是惩奸除恶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做任何犯法的事儿。哎，这跟那老流氓做的恶相比，我就是一侠客。这么看来，还差一个。侠客。嗯。谢谢啊。侠客。你要是解决不了，就一定要报警。实在不行啊，给我打电话。哎呀，这么多年都活过来了，还怕这个？行了，你快上班去吧，别管我了。他们要是再回来怎么办？躲得了初一，也躲不了15，来了就跟他们好好谈呗。行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兄弟，我下来，对不起，让我。这儿的，什么人啊这是？那个论文你回头再帮我看一下。行。你好，我是李鹤林。你好，让你久等了。拍个照片都能拍虚了。无聊透顶。
老五。哦，李柱啊，好久不见了。什么好久不见？昨天才见呢。哦，得了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回去啊。哎，等一等，我可都看见了啊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你以为你把自己捂得这么严实，我就认不出来了吗？那不就白同事一场了吗？我穿成这样，碍你什么事儿？哼，那倒没有。你就是偷拍照片，也碍不着我什么呀，老五。你心里想什么，我最清楚。你如果真的想跟小张复合，那你直接跟他说去呀，你不用搞这些小动作。看在老同事的面子上，你如果真的很介意，那以后我不再和小张见面就是了。不过有一句话我必须跟你说清楚，我跟小张啊，就是正常的朋友关系。我们在一起呢，就是吃吃饭、说说话、看看电影，仅此而已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是单身，这是我的生活方式，你没有必要跟在后面偷拍照片啊。做人呢，要光明正大一些，对不对？李鹤烈，我告诉你，离张英男远一点，我不想看见你再勾搭他。他宁可被我勾搭，也不愿意跟你复婚。你也不看看你这个德行，李鹤烈。老五，我可没打你啊！这个是我闺女买的，保时捷，我让我闺女收拾你。侯叔，手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擦破点皮儿。你家海参炒饭太好吃了，好久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了，我噎着了。不，哎，没事，您吃吧，我就不做了。年轻人啊，行动做事太莽撞了，现在只是蹭破点皮。要是伤了筋动了骨，那就很难复原了。太香了。找个地方，咱们俩喝口茶呗。上楼吧。是浅浅姐吗？又有人来找海星麻烦了，那人看着可凶了，你快点回来救他吧。叔叔您坐，我这给您泡杯茶。为什么偷我的方案？啊？
打错人了？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一直在想，你为什么要偷这个方案呢？你拿这个方案没什么用处啊。那原因只有一个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你这么做的。我在这个行业里浮浮沉沉这么多年，什么大鬼小鬼我没见过呀。一套方案，一个项目，对我来说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我今天来的目的，只是希望你能告诉我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嗯？哎，海星呢？好像跟一个大叔上去了。慢走啊！谢谢啊。是。那我换一个问题来问你吧，你拿了多少钱？50万。50万。哎呀，海星啊，海星啊，你是我儿子侯爵最要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你真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你告诉你侯叔叔，别说50万，100万我都会帮你想办法解决的。但你居然为了这区的50万，对你最好朋友的父亲下手，你说侯爵要是知道了，他会怎么看你呢？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一个老实孩子，你怎么会为了这点钱去做这样一个见利忘义的事儿呢？啊，海星。别怪侯叔叔没给你机会啊！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如果你现在告诉我，我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；如果你不说，接下来就是警察来问你了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你应该很清楚。到时候，你连侯爵这个朋友也都会失去的。我呢，一直以为啊，我最好的朋友的父亲是一个特别优秀、很负责任的好男人，我甚至一度以他为榜样。但有一天，我发现这个人啊，挺差劲的，因为他狠狠地伤害了一个很爱他的女人。你说这事猴子如果知道了，又会怎么想呢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心虚了？你刚才不挺硬气的吗？我根本不在乎你说那什么区50万，我就是为了报复你。你很想知道背后是谁指使的吧？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。文件就是我偷的，我全认。警察抓我，我也认，我罪不可赦。但你更罪不可赦，因为你偷证，你偷心。你偷完心，你还不珍惜。你给人扔在地上踩碎了，伤人家心，怎么没人抓你呢？你说的是钱钱，不然呢？他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他不是没有男朋友吗？他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是我单方面喜欢人家而已。我正追他呢，被你抢走了，被你抢走了，我心甘情愿，因为你能给他很多我给不了的东西，你能让他幸福，但你没让他幸福，反而让他更难受。那么好个女孩，你个老渣男，你怎么那么混蛋？你要不要脸啊你？
他跟我们没什么关系，是我单方面喜欢人家而已。我正追他呢，被你抢走了，被你抢走了，我心甘情愿，因为你能给他很多我给不了的东西，你能让他幸福，但你没让他幸福，反而让他更难受。那么好个女孩，你个老渣男，你怎么那么混蛋？你要不要脸啊你？还行。全全。 你们两个把手放开！放开！我真没想到你能干这种事儿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对不起，但是我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没有但是。姐姐，我不认识你。 我骂他，因为他是我的朋友，一辈子的朋友。这件事情，他做错了，我们会想办法弥补。你先走吧。姐姐，你听我说。 倩倩，我真的没想到，事情会是这样，真的。海星说的对，我的确是辜负你了。对不起。 海星，对不起，刚才后事说点冲动。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。胡总，我一直以为你这个人很勤奋，就是笨了点。学坏倒是挺快嘛。你偷了你哥们儿的方案，
现在拿着你哥们儿的方案去敲诈他的爸爸，你哥们儿要是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想？他肯定不把我当哥们儿了。我曾经特别纠结，但我确定这事对猴子没影响才干，而且我一直想努力补偿，但这都是借口。我还是做了，而且做错了。你以为你是小孩子吗？做错事情道个歉就算结束了，你现在是盗窃罪。方案的价值现在没有被评估，如果数额超过100万，这是巨大数额，你将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甚至无期。这我知道，之前我都查过了，但我不够后悔啊。你因为侯志荣那么难受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那么难受，我什么都不做，我做不到，我必须得干点什么，对吧？你以为这样我就能跟你在一起吗？所以啊，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也发现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两个可能就是2个世界的人。我就像大海里的星星，你是天上的星星，我只能仰望，只能欣赏。不管我费尽多大力气，肯定够不到你。海星，你跟我做的这些事情，我其实挺感动的，但那不是爱。如果我因为感动就跟你在一起了，我会耽误你的。行了，这我也没遗憾了，死心了。刚才其实从侯志荣看你的眼神，我能感觉出来，他挺爱你的，而且他应该知道错了。哎呀，说出来说tan好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刚开始那时候，我天天做噩梦，拿了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哎呦，睡不着觉的。现在好了。钱呢？在哪儿？花了。花了？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保护你。这些我都会交给法务，由法务去联系张生，到时候该追讨的追讨，该起诉的起诉。这一点你就放心，就算你们不起诉，我们也得起诉。哎，侯爵，我一直有个疑问啊，你的设计方案里暗含了一个阿拉伯数字51，你愿意解释解释吗？这眼睛挺毒啊，这就不解释了吧？哎，这也许恰恰能证明这方案是你设计的呢。51是一个女孩的名字，是我的一个小心思放在设计稿里。真有女孩叫51这个名啊？对啊，我给你看看啊，51。呵，还是个女保镖呢。哎，分享一下这故事。没什么好讲的。这么说啊，你看我这公司了吗？这里边也暗藏了一个我喜欢的姑娘的名字。是吗？是啊，咱俩这样，哎，交换一下，
怎么样？但是我不好奇你的。行。哎，咱说回正事儿啊，我们呢现在在参加一个竞标项目，迫切需要你这样的设计师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八卦，我对你这故事感兴趣，我想听啊。所以，侯爵，你愿不愿意加入刺猬工厂？肖总，我非常感谢你的邀请，但是我非常愿意。哎，哈哈哈！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我们欢迎新人的方式。行，哎，我说真话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一个6星级外资酒店的设计，因为有别的公司退出，所以我们临时被补位邀请，也算是荣幸。我全力以赴，欢迎。酷，哈哈！哎呀。来，一式2份，你1份，我1份。这下你可以放心了，我说过，我不会追究他的。谢谢，谢谢你原谅他。我其实这么做，也是为了让我自己心安。卖方案的钱，他已经花了。给救援队买了器材，那钱他自己拿了也烫手。挺好的，我也算是做了件好事。这也改变不了那个钱的性质，错了就是错了。不用那么较真儿，啊？这是原则问题，我必须较真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再见。你自己多保重。喂，哎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您是张英男吗？啊，我是。有个老头在我们这喝醉了，他说是您老公，您能来把他接走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。这点出息。慢点，慢点，抬肩儿，抬腿。五哥没事啊？
没事没事，谢谢啊。什么味儿都有啊。开门。哎呦，门在这边呢。走。哎呀，哎呀，放手。哎呀，怎么弄的呀？这腿是？姓李的小子下手真狠。李鹤林？李鹤林打的你啊？啊？我揍了李鹤林。谁让你打架去了？还不都是因为你妈？你别看你妈曾经豪车开着，有人叫她张老师，张老师叫着，实际你妈是个没心没肺、最容易受骗上当的小姑娘。要不是我保护她，她早就受骗上当了。就你这样，你能保护谁呀？千万不要让你妈受任何人的欺负。睡觉。OK， 我的最新方案呢就是这样了，还望大家多多提意见。你的这个最新方案，我需要先消化一下。比上一稿啊好多了，多了一些创新点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灵魂的东西还不太够，但是肯定是要比之前的强。虽然说这套方案不算是很完美，还有提升的空间，但是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做成这样，我觉得基本可以了。就算是原方案被泄露、被剽窃都没有关系。包小涵，我真的没有看错你。接下来，咱们就要把方案的项目介绍给做漂亮了，好吧？散会。老李，来点香菜。哎，好嘞。这样够吗？哎，够。哎，5块。哎，都伤成这样了，怎么不叫外卖啊？啊，活动。武天意，武天意，您好，您拨打的不接电话还。英楠，你怎么来了？瘸着个腿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你干嘛去了？我到门口买菜去。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忘带了。真是，给我吧。哎，走。菜好了，开饭吧。哎呀，真不错啊！好吃。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
这酒绝对不能再喝了，我在就更甭想。这酒不能喝，那这酒呢？嘿，哎呦，你这种酒腻子真是不可救药。我要是再管你，我就……哎，你干嘛去？哎呦，我就不想再看见你这种酒腻子。跟你开玩笑呢，我这不是为了你才喝酒吗？好，既然你把我接管了，那我就表个态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戒就戒。来，坐。快吃饭呀！说戒就戒，能做到吗你？为了你，我什么都能戒。那还有啊，以后这动不动跟人打架的事儿，也得戒。这事儿得分人啊，像李鹤林这样，我非得揍他。那你逞了半天英雄，弄了自己一身伤，值得吗？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我怕你被人欺负。那我谢谢你。哎，英楠，你给我说实话啊，这李鹤林，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和李鹤林好了，我们俩决定马上闪婚，满意了吧？哎呦，不行，我心脏疼。演，接着演。哎呀，进来。侯总，包小涵找您。包小涵。小涵，来进来。哎，我看看你，面色真的是憔悴了。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加了夜的班？真是辛苦你了。来坐，我朋友又给我搞了点好茶。来喝点茶。哎，那个侯总啊，茶我就不喝了，但是那个什么，我怎么了？我是来有点事儿跟你们说。有点事儿就说呀，干嘛那么吞吞吐吐的？说啊，那我就直说了啊。说。侯总您看啊，这个新的设计方案呢已经确认了，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个项目也就告一段落了，对吧？那您看咱们这个合约的事儿。合约？什么合约呀？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儿。就那天嘛，您让我务必等您回来，我就是坐到这儿。您后来回来也就是坐到这儿。哎，小韩呀，我觉得做一个设计师啊，他的脑子一定要纯粹，再纯粹。如果脑子里整天都装着那些名啊、利啊什么东西的，这样不好。侯总，我还不纯粹嘛？但是这事儿不是您答应了吗？我们都已经说得好好的，对吧？我答应过吗？你答应了，那天你还喝了酒吗？回来那天晚上喝酒，那天晚上啊，我那天是不是酒喝多了？但我怎么想不起来说？哦，我想起来，那天你是跟我说过的事儿。对嘛？但我说我考虑，对不对？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考虑？小韩呀，你这种事儿不要太着急啊！你知道公司上下几百号人，如果说我要把我的整个心思都花在要解决你个人利益的得失上，那公司的其他人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才是真的好啊！今天咱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，
你继续工作，你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解决。去吧，小韩。啊，侯总啊，您当初请我来公司的时候，当我辞职了以后，您又把我重新请过来参加新的设计方案的时候，总之，就是当您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您不止一次给我承诺。但是每当我把设计方案做完了之后，您就把您的承诺全都抛在脑后了。侯总，您这样有意思吗？小韩，你说这种话，我真是不太受听啊，听起来很刺耳。真的，我侯志荣在公司做事情，从来都是站在公司的立场出发，我是公心。你却坐在这儿给我一笔一笔的算你自己的小账，这叫私心。你原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美好的，你怎么说完这话以后，我一下觉得你的形象怎么变得没那么美好了？巧了，侯总，我本来一直很尊重你，但是现在你在我心里也没这么美好了。既然如此啊，我觉得我还是在你眼前消失吧。哎呀，小韩呀，是不是又想辞职啊？这手翻来覆去的玩，你觉得很好玩啊？好玩吗？您别说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。保重。没有你，这地球不转了，照转呢。怎么又走了？是吧？之前不是排着大又走了？是啊，这怎么进来了？已经风风火火的。是啊，来了又走了。哎，小韩。进来。侯总，这公司啊刚收到一封律师函。律师函，我觉得您很有必要看一下。志荣建设侯志荣先生，本律师受包小涵先生的委托和粤港文成律师事务所的指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有关法律规定，就包小涵先生在贵公司设计瑞吉酒店项目一事，特向贵公司发出如下声明：包小涵先生于2019年4月7日从志荣建设离职，2019年4月28日回公司继续进行设计工作。因为后续工作期间，公司未与包小涵签署任何劳动合同。包小涵先生在离职期间为志荣建设公司设计的瑞吉酒店项目方案，著作权归设计师包小涵本人所有。任何人未经设计师本人包小涵先生授权，不得擅自使用。不得擅自使用。居然给我来这一套！他以为他是谁呀？侯总，我们之前的设计方案呢丢了，现在如果小韩
不让我再使用他的设计方案，那样公司的竞标真的就很危险了。难道我们要把包小涵追回来，任由他敲竹杠啊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对您现在来说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拿到外资大酒店的这个项目，那样公司就可以渡过难关。我在行业内打听过了，小韩提出的那些要求不算什么，其他的公司正在用这种新的合约抢设计师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告诉你，马勇，我侯志荣绝对不受他这个威胁，我绝对不受他的要挟，我绝对不信这个邪。没有他包小涵，志荣建设要关门吗？啊？他不来没有关系，我侯志荣我自己来。丽丽，这是上个月的销售报表，你一会儿给王总他们送过去。王总他们现在还在吃饭呢，你们能不能声音小点？这看电影呢。不是你，哎，好了好了。哎，你说他这部片演的还不错啊。你坐后边。公司现在这种状况，作为咱们这个年龄，真是不好办了。是啊，将来是怎么办呢？哎啊，先过去啊。等等，你们两个刚才聊什么呢？哦，没聊什么，没聊什么。我们呐，就是想晚上去哪儿喝酒。啊，是啊。咱们之前可是说好的，所有的事情相互之间都通个气，可别背着我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。咋会呢？你想啊，咱们呢都是前后脚来到公司的，这公司现在这种情况啊，我们一定要共同进退。是啊，抱团取暖，抱团取暖嘛。抱团取暖。这还差不多，先走了。啊。
喂，毛总吗？哎，我刘文熙，前几天喝酒您没事吧？回去？哎，好，没事就好，就是开心嘛。另外，您还记得就是咱那天说的事儿？哎，就是我想去您那儿发展，后来您说回去考虑考虑，结果怎么样了？刘总开会了啊。是，我这一直惦记着呢，您给个话呗，我这随时都候着呢。您看，我不挑。好，那这晚上见，好吧？还是老地方啊，老时间，我给您带2瓶好酒。那先这样啊。哎，好嘞，毛总再见。哎，你得请客啊。哎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侯总，你先来了。侯总，哎，我们刚才有点事儿，过来晚了。没事，坐。侯总，坐。哎，马总。开始吧。大家都看一看大屏幕，你们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啊？这个方案怎么从来没见过啊？这是我设计的。啊！哎呀，侯总，这是亲自出手了。您这是多长时间设计出来的呀？这速度也太快了。雕虫小技。侯总，这次的竞标虽然对我们公司很重要，但是您亲自出手，这不是用大炮打蚊子吗？是啊。先别说那么多，我是问你们的，你们觉得这个设计有没有灵魂？有，简洁大气。是啊，侯总出手不凡呐，这也正好体现了我们公司的设计实力。跟包小盘那套方案比起来呢？那简直就是不可同日而语，姜还是老的辣呀。如果拿这套方案拿去参加竞标，有胜算吗？有，绝对有，一定有。咱们为了侯总设计出这么完美的作品，鼓个掌。我们的设计亮点之一啊，其实就是这个造型。但是我经过考察啊，这2个东西搭在一起好倒是好，但是接缝很难处理。倒不是不可以完成，但是这个制作成本会增加很多。这是我们和大王公司的第1次合作，一点纰漏都不能出。增加成本是竞标的大忌，这问题必须解决。对啊，我找了几个熟人问，也没有什么好办法。兄弟们，咱们现在时间紧迫，大家一起群策群力帮帮侯爵啊！24小时之内必须拿出最好的方案，我要最精彩的，谁也不许给我糊弄，听见没有？哎，这根本就不现实，这不瞎折腾吗？你能不能闭嘴？肖总，我们可以去想，但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。哎，不是，我就纳了闷了啊！这平时数你们俩最积极，今儿怎么了啊？要不，2位老大来，你们给条出路。哎，我认识一不错的设计师啊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他从我原来的公司跳槽到了智荣，听说最近在智荣待得不开心，又走了。谁呀？包小涵。包小涵，我认识他，非常有才华。我觉得这次如果能让包小涵来，他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。但有一个问题啊，咱公司庙小，你们说的这位大菩萨能不能请得动？项目大就成呗。交给我吧，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啊。成，你看你那样。
小侯总。小侯什么总？我现在都打工了。最近忙什么呢？从公司出来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如果你是来给侯志荣当说客的话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我哪有那空啊？啊，我跟我爸分家了，你不知道啊？我现在在那个刺猬工厂，这边环境不错，他们在做那个瑞吉的竞标方案。啊，那挺好的呀，恭喜恭喜！那你就抓紧干呗，还找我干嘛呀？我现在打算去旅游，散散心。旅游什么时候不行啊？找你帮个忙你还不乐意啊？赶紧的，等着你呢啊！我马上把地址发给你啊。挂了，拜拜。但是我现在已经在车。喂，喂，不是，怎么跟你爹一个德行啊？这不是他不是这么走的吗？哎，好，大家都下车了啊，不要追了啊！哎，一个一个来，东西别忘了哎。好了好了，走吧走吧。哎，我们人都齐了啊，就到前面去了啊！啊，大家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！哎，好了好了啊，就在前面了啊！嘿，吓我一跳！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是康复的，我就知道你能来。哎，这就是刺猬工厂啊！怎么样，是不是不错？这才像是我们设计师搞创作的地方嘛。哎，你坐这儿，我给你拿点东西喝。好，喝点什么呀？准备？随意。哎，对了，侯爵，刚才你在电话里跟我说让我来帮你，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你那意思是让我来领导你？理解的完全没错啊！合作设计，以你为主，以我为主。但是你都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了，怎么以我为主啊？我这工作上遇到了点瓶颈，我自己搞不定，我需要你帮忙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刺猬工厂虽然是小公司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把它做的至少让市场看到，被市场认可。啊，现在大公司很多，比如说我爸那个智荣，现在虽然做的很大，但是他们也有短板，他们做的大，压力更大，而且他们固化思维，他们把所有设计师框在一个框里，没有办法创新和做一些新的改造和创作。我们就不一样，他们那个固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新鲜血液才是新时代来临的代表，对吧？我同意，那就留下来吧。你跟我说说，薪资方面有什么要求帮你提？侯爵，我跟计较的人和公司会特别的计较，但是你完全不一样，你不是那种人啊，所以咱们俩呢就没必要谈这个了。我来的时候都已经想好了，甭管你拿多少，我只拿你的一半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也不少，啊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行吧？咱们就不扯这个了，现在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你把你的那个设计方案赶紧拿我看一下。靠谱。十一姐，晚上吃什么呀？不知道呢，不饿就不吃了。那十一姐，我们先回屋了。嗯，好，拜，十一姐再见。11啊，正好找你呢。我那别墅收拾好了，叔叔阿姨一会儿就过来，一块过去吧。我都跟他们说了，不让他们过来了。你是傻呀？你不想他们复合啊？想，那也要他们感情在，不然不能硬往一块撮合呀。感情这个东西是需要创造机会的，人家一把年纪了抹不开面，那不是只有咱们上吗？走吧，我的保镖。我换件衣服，你在楼下等我吧。去吧，快点。
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设计师包小涵，海城8号知道吧？他设计的。欢迎欢迎欢迎！玩过了，来，我们再次欢迎包小涵啊！欢迎！谢谢。这边来，小区环境还可以啊。挺好的。这里呢？对，就这栋。哎呦，师爷来了。爸，你这脚怎么了啊？哎，脚崴了，没多大事儿。蓝旗非得给我备个轮椅。怎么样，用的还习惯吗？哎，行，太好操作了。再过几天我就可以打轮椅篮球了。你是不是又喝酒了？哎呀，喝多了。幸亏你妈把我接回家。我妈去接你的。哎呀，你刚到新单位，我怕影响你工作，就没招呼你。你可没见着，你爸那天晚上喝的呀，烂醉如泥，把我腰都给闪着了。我都不知道你以前怎么把他扛回去的。酒都戒了，你看我今天中午不是一滴酒都没喝吗？戒了最好。好了，不说这个，咱们进去吧啊！来，我推你。我来。来，叔叔。我还不太会推哎。十一呀，蓝旗带着我们到周边转了转，这儿环境真的特别好。哎呀，这里要是可以养一条大狗就好了。大狗都出来了，哎，真是。叔叔阿姨啊，那个菜呢是我从酒店订过来的，所以还得有一会儿。咱们先吃水果啊。不着急。哎，叔叔，正好咱们难得有时间啊，要不然院里杀一把？下棋啊？走。走。哎呀，咱们下棋去啊，让姑娘家聊点姑娘家私密事啊。走喽！哎，小心。十一，哇，哎，快来，过来，给你拿过来。怎么样啊？什么？工作顺心吗？顺心，有点太顺心了。呵，几个意思啊？这么高薪又舒服的工作，蓝旗还处处照顾我。他给我这么多，让我觉得心慌。有什么可慌的呀？这是老天给你的补偿。十一啊。有这么一个人实心实意的对你好，特别不容易。我知道他对我好，对你们也好。可是你们每次接触他的好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有压力。我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也知道你们怎么想的。但是感情的事儿呢，不能勉强。也不能绑架，还得让我自己做主，是不是？宝贝儿啊，你知道一个女人的婚姻有多重要吗？第二次生命，多少女孩都是吃了亏之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听父母的话。爸爸妈妈爱你，对你负责任，就是不希望你以后会后悔。
我们明知道蓝旗，啊，你跟蓝旗以后是光明大道，我们就算是绑也得给你绑到这条道上去，你明白吗？妈，你就算绑在一起，未必就能幸福啊。就说你跟我爸，当初为什么要离婚啊？你为什么退休以后又要回去工作？不是都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吗？我也希望像你一样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事情。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幸福去寄托在别人身上。这还不是遗传你的基因吗？哎，遗传什么不好啊？非把我这个要强的倔劲儿给遗传了。哼，傻丫头。老板，你平时在店里走好多路，布鞋不磨脚。这家里是得有2个老人啊，有长辈在，家就有家的感觉了。谢谢你啊，师姨。我现在也算有奋斗的目标了。别再这样了。嗯。别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吧，这世上没什么好事情是会顺其自然的发生的，机会就在那边，你不争取就是别人的。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其实没什么不好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往前走的，比如感情。哎，对了，我没好意思直接问叔叔哈，我就问他阿姨，叔叔的债还剩86万，对吧？你问这干嘛呀？我呢，虽然也不是什么富二代吧，但是这2年做高管，工资也不低，加上自己有些理财什么的，有些存款。我这人呢，平时也不花钱，钱放着就是个数字，我想让它发挥点作用，替叔叔把债还了。这样你也轻松点。谢谢你。不过，我爸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的。靠你自己至少还得2年吧。早点解脱出来没什么不好，最重要的是你得让叔叔早一天挺直腰板做人呢。蓝姐，你为我们家做的事情呢已经够多的了，我非常感谢。债务的事情你就不要插手了，欠你这么大个人情，我实在是还不起。而且，
这种感觉会让我难受，我接受不了。你看你老跟我说欠不欠的，其实只要你开口，只要你愿意，我的都是你的。进来。您要不要去医院啊？没事儿，不用去医院，我用这个就行了。有事儿吗？我听说啊，大王公司聘请了一个新的设计团队，叫刺猬工厂。那是一帮年轻人开的新公司。刺猬工厂。新公司怎么能够跟我们竞争呢？大王公司，什么大王公司？他以为他在斗地主呢。大王小王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你看，现在竞争对手也少了一个，你也就多了一份把握，所以你也不用太焦虑了。好。你好，我们找一下侯志荣。你们是？市局经侦支队的。啊，侯总办公室在那边。好，谢谢。马总好。刚才那2个人来找谁呀？啊，市局经侦支队的2位警官说是要找侯总。我们接到报案后啊，就对这笔失踪的2000万的资金流向进行了追踪。这笔钱从你的账上转出后，进入到了境外的一个账号。转出的时候用的是境外的服务器，转回来的时候呢，却是本地的 ID。那锁定嫌疑人了吗？我们找到了操作这个账户的 ID， 是在一家网吧。网吧？我们通过这个监视探头啊，拍下了几组照片。嫌疑人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，刻意做了伪装。您看一下这个人，您认不认识？是不是您身边的人？您认识他吗？马总好，马总好，马总好。马总走了，马总走了。警官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话要打。你们在我这儿先坐会儿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儿等你。好。好。侯总，这个项目您看还需要……
侯总好。侯总好。马勇。 挂我电话。不行就是不行，哪儿那么为什么？不行，直觉就是不好，懂吗？不，我辛辛苦苦一晚上弄出来的啊！你光凭直觉张口就说不行不行，那也总比你那强吧？你那个是啊，有想法，然后呢，它实现不了，不瞎耽误大家功夫吗？你那个是能实现了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每天创作，我们每天设计的是什么？是心影，是灵魂。你不是你这东西，你再能实现，它没意思。那我们首先也得做出来吧？你做出来干嘛？这东西这垃圾做出来就是。哎，所以我觉得呀，你们两个做一 crossover， 那不就是天下无敌了吗？对不对？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侯爵，你在小韩的这个方案基础上呢，给他发挥点想象力。小韩，你在侯爵的方案基础上给他落地 ，perfect。同意。靠谱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外面雨下有点大，这外卖送的太慢了。行了，都领饭吧啊，今儿先到这儿。饿死了。老规矩啊，吃饭玩手机时间谁没人听你说话。我告诉你，超人，今天的红包都你发，你看这一共多少人？一人200啊，自己看着办。哎，给我1份。之前一直找你麻烦的那个刘铁厚啊，马上就要出狱了。那就是一个可以为了钱不择手段的流氓，你自己一定要小心。对不起啊，我很对不起你，因为之前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是我雇他干的，但我没想要伤害你，我只是想要吓唬你，把你急走。我想请你原谅我。刚才马勇给我发了个微信，说那些事都是他干的，刘铁浩也是他找的，他没对你怎么样吧？他没对我做什么，
他把公司的2000万转走了，我现在到处找他，找不到他人，我一定要把他找到。我现在过来找你，哪儿也别去。去吧去吧，这儿有我们的。盒饭给你吃。慢点啊。哎，肖总啊，我觉得我这个方案吧是有点保守了，前途无量啊。哎呦妈，真傻！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你有问题找我呀？你为什么要干这么蠢的事儿啊？你是我兄弟呀，你傻不傻呀？我一定要找到你！我要当面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侯志荣？为什么？警官，两位警官，我认出那个人是谁了。是马勇，害我爸的人是马勇，他跑了。喂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回一趟植荣建设，看下我爸。爸，没事吧？跟了我那么多年，我想谁也想不到会是他做的，怎么可能？这只老狐狸，白眼狼，他转走我的钱不说，他还找人恐吓你，我是绝对饶不了他的。我刚才听他那声音，有点奇怪。他不会为这事想不开吧？想不开。如果他要自杀，都便宜他了。我一定要让他亲口告诉我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侯总，田敏因为支教遭遇泥石流不幸遇难，葬在南山公墓。我想马勇现在应该在那儿。这事跟田敏有关系？他们是恋人关系，一直没有公开。我马上去一趟。
小敏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我可能很长的时间都不能再来看你了。今天警察来公司了，但是我看到他们，我反而觉得轻松自在。你说的对，复仇不会让人快乐，只有爱才能够活得平静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回答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姓侯，因为我在你眼里永远是那个有外星的外人。都是我一个人干的，雇佣刘铁浩，恐吓侯爵，黑志荣网站，黑你2000万，我一个人干的。你想对我怎么样都行，我认。马勇，这么多年，我对你不够好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不对你忠心耿耿吗？啊？我大学一毕业就进了志荣建设。我没有换过第2份工作，我把公司当成我的家，我把你当做我的老大哥，我给你打杂跑腿当助理，我觉得我对你像父亲一样的尊重，一干就是13年。我一直记得你跟我说过好多次，马勇，等有一天我干不动了。我就把公司让你接手。我当时听得心里特别感动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报答你。所以我永远把你的利益、公司的利益放在第1位，我不计较报酬，我不要高薪。我看着你，利用身边周围所有的人，对他们的承诺都没有实现。但我依然还是执着地相信你对我的感情和信任是不一样的。直到侯总，你被小伟劫持的那一天，我在病床门外，我亲耳听到你对侯爵说：“我们是家族企业，马勇是很聪明，工作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但他是个外人，外人就会有外心，不得不防。”我努力了13年，我努力了13年，我就听到你说了那么一句真心话，侯总，我不就是你的一个马仔吗？一个物超所值的员工，你永远是那个老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雇佣了刘铁浩，但是我原来并没有想伤害到侯爵，我只是想制造一个假象，让他离开这里。可我没想到你找到了他。他破坏了我所有的计划。行，既然我得不到我想要的，那我就要用我自己的方式，把我13年失去的价值全部拿回来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差点害得公司倒闭？不是我的初衷。后来我不是把钱一分不少的还回去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把钱转回来？小敏因为我要报复你，才导致她死的。
小明劝我不要那么去做，我不听，但他依然不离不弃。可是我利用他对我的爱，我让他等着忍着，直到有一天他承受不了了，离家出走了，他就遇难了。我才发现，我做的这一切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我用了13年的时间，我最后变成了你。所以我要把钱还给你。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。当我知道了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你的所作所为，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？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？我有多绝望？天敏在我公司做了我很多年的员工，我对他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。我只记得他脾气好，善良，工作认真。但是没想到，他年纪轻轻的就这么走了。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我也经历过。只有经历过的人，才知道其中的滋味。甜蜜是用他的死换来了你的生，他是希望你好。你的忏悔我都听到了，内心的忏悔是你对自己最好的责罚。今天我当着田敏的面，我侯志荣对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不再追究。从今以后，我只希望你能走好你自己的路，咱们俩就此别过。谢谢你，侯总。他做那么多坏事，您就这么原谅他了？志荣建设有今天，他是有功的。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不想知道。